大家好，我是洛桑预防医学集团的蔡嘉纯蔡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长新冠在肺部常见的并发症。现在啊，根据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关于长新冠呢，在肺部容易常见有哪一些的慢性的问题呢？首先，最常见的是在症状上面，很多人会经历就是反复的咳嗽。有的人大部分是干咳，然后会觉得肺部痒痒的，会觉得喉咙气管一直觉得不舒服，然后再来他会觉得比较喘，很容易会，譬如说以前爬3层楼梯才喘，现在呢罹患长新冠痊愈了之后，但发现自己肺部的功能下降，可能爬个1层楼就喘到不行。那再来呢，还有许多人他是在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病毒感染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抵抗力下降，合并了就是所谓的2度感染，后续又再引发了细菌的感染啊，或是霉菌的感染啊，那这些2度感染也可能会造成就是肺部各种严重程度不一的这个破坏。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长期的并发症的症状呢？目前发现因为这个新冠的病毒它入侵到我们的肺之后，它其实会去破坏我们肺里面的许多就是间质的这个组织细胞，意思是说它在我们的肺里面呢，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自己乱掉，那会引发一些就是严重的问题。想必大家前一阵子都有听过一个叫做快乐缺氧症吧？意思就是说在许多罹患新冠肺炎的人急性期的时候，他呢其实血氧浓度已经下降很低很低，但是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好的，都没有那种呼吸困难的感觉，然后以至于就直接很开心的就昏倒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快乐缺氧的情形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它去破坏我们肺的这个内皮细胞，然后造成呢肺泡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交换氧气，然后呢它还会在肺的血管里面引起许多微小的血栓，阻碍这些好不容易换到一点点氧气的血球离开肺。于是呢它就会造成说，虽然这个肺它能够吸气吐气，但是呢它这个每次吸气吐气的过程当中，氧气并没有办法好好真正的被交换到我们的血液，送到我们全身的细胞去。那这就是表示，也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冠的病毒它对肺的破坏跟其他的病毒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就很像是今天我们这个一条高速公路在修筑的时候，其实这个马路是没有坏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马路的旁边在修筑护栏边坡，然后呢占用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车道的空间，那于是明明高速公路的车道是没有阻塞的，就像我们的肺本来肺的那个呼吸道是没有被这个新冠直接破坏的，它破坏的是这个旁边的边坡这些肺间质的组织，进而造成就是肺的这个氧气交换的问题，然后导致于这个肺功能的下降。那长期之后呢，如果说这个病毒在体内没有好好的被清除掉，肺那个边坡的这个发炎没有好好的被清除，没有把这些障碍物给它撤离掉，那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在我们人体身上就会造成所谓的肺部的这个慢性间质的发炎，所以引发所谓的肺的这个肺活量下降。然后甚至于长期下来也有可能会造成肺部纤维化的机会大增哦。根据之前研究罹患 SARS， 大家都还记得过去的也是冠状病毒这个 SARS， 那个时候发现到，SARS 痊愈的人他其实在未来的5到10年内，有将近20% 的人，5个人里面就有1个会有慢性的肺纤维化哦。那现在这个新冠呢，虽然大家疫情到现在也才不过第3年，还没有进展到5到10年的观察期，但是科学家们也认为预估起
起来，至少有2到6% 的人会引发这个慢性的肺部纤维化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您罹患了这个新冠肺炎，那现在即使已经退烧了，好像暂时症状已经缓解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哦，一定要持续的去对自己的肺部做抗氧化、抗发炎，帮助它清除这些肺间质当中的这些路障。这些免疫风暴产生的这些废物，还有这些身体里面的这些免疫激素，把它们清除干净，让你的身体真正的才能够恢复到没有罹病前的状态。那这也才是预防这个长期肺部并发症的最重要的方式哦。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台湾的俗语，叫做“医先加底扫”？过去啊，大家都认为说肺部的咳嗽，尤其是慢性的咳嗽是非常难医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单纯只用传统西药里面的这个止咳药，去抑制我们咳嗽中枢的这个反应，那你没有根本的解决你这个肺泡还有肺间质的这些发炎的问题的话，那你一直抑制，有吃药就会好像少咳一点，没吃药当然咳嗽自然就又回来了嘛，这就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呢，对于这次造成大家这个肺部这么大的这个感染问题的这个新冠病毒，会建议呢，如果您不幸的确诊，那也已经就是痊愈了，那或多或少留下这个肺部的发炎的这些问题呢，都建议要持续的使用抗发炎跟抗氧化的一些就是物质，然后不管是从食物，或者是从保健食品，或者是从一些点滴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好好的进行这个灾后重建的这个肺部重生计划哦。那关于最近很多朋友在问到的新冠期间我确诊了，我应该怎么吃呢？或者是说我现在已经转阴性了，但是我要怎么样从饮食上面调理来帮助自己恢复得更好呢？首先这个我们分成2个阶段来讨论哦。第一个是如果您当下正因为刚确诊，然后有发烧啊、喉咙痛啊、全身倦怠、无力等等的情况下，该怎么吃才能帮助自己恢复得更快呢？首先，第一个，当您现在还在急性期，正在发烧、全身无力、喉咙剧痛的时候，这时候您吃得下什么就尽量多吃一些吧，尽量挑选水分充足、比较柔软、比较好消化、不需要咀嚼，然后就是方便入口的食物。那这段时间呢，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充分休息，尽量在譬如说，如果你有发烧的时候，可以帮自己补充一些电解质。您可以用，例如说像运动饮料稀释兑水喝，或者是说您可以请家人帮您准备加一点点盐巴的蜂蜜水，来帮助自己补充电解质和一些基本的这个葡萄糖，来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不要脱水，然后不要饿到全身无力、头脑发昏。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您的营养需求其实并不会需要的那么的多，所以你觉得肚子饿的时候、想吃的时候，然后吃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当你已经好不容易退烧了，开始觉得体力恢复一些了，但是又还是觉得常常会很累、很无力，希望可以从这个长新冠当中赶快全身而退的时候，这时候吃就更重要咯。首先呢，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设法补充，就是新鲜的各种颜色的蔬菜跟水果，尤其是有机种植的蔬菜跟水果，因为我们知道啊，植物，例如说像不管是叶菜类或是瓜果类，它们在熟成的时候，如果有机种植，它会有一些虫去叮它、咬它，这个时候它的植物它自己本身会产生有抗病效果的这些植化素，这些植化素呢，在国外甚至于会被提炼出来当做保健食品给病人食用的哦。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买那个贵松松的保健食品，我们尽量挑选这样子有机种植的蔬菜水果，来帮助自己摄取到最新鲜、最天然的抗病的这些天然物质，就能够帮助我们赶快恢复体力，然后减少不必要的发炎，然后减少身体
过度的这个氧化的这些废物。那至于蛋白质的部分呢，虽然说蛋白质的确是跟我们的抗体生成有关系，但其实啊，现在的人要蛋白质缺乏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会建议呢，蛋白质的部分每天适量摄取就好了，而且尽量选择清淡一点的哦，不要为了要补充蛋白质跑去买了什么肯德基炸鸡啊，或是晚餐的咸酥鸡，跟我说你要补充蛋白质，当你吃了过多这种太咸太油的肉制品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身体不能好好修复以外，还会增加不必要过度的发炎，不利于您新冠的痊愈哦。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希望可以让自己从这个长新冠的并发症当中全身而退，就秉持刚刚的原则，就是新鲜的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多吃，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好油好的植物油，包括像 Omega-3 抗氧化、抗发炎效果很好的这个亚麻仁油、印加果油，那 Omega-9 帮助身体滋养修复的这个橄榄油、苦茶油。多吃让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的恢复都会非常的棒。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长新冠在肺部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些解决这个长新冠这个肺部并发症的一些小技巧。那不知道大家都听懂了吗？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也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喽！